如果有人拿着刀问你大哥在哪，这一定不是最好的回答。누구도 어딨노? 촛불。收拾完虎哥的人后，小崔自然也不会放过老崔。阿金带人对着老崔一顿暴打，接着将他一脚踹进了土坑里，眼看自己就要被活埋。老崔苦苦哀求阿金手下留情，没想到这招果然奏效。阿金听后立马停下了手，但临走前他还是狠狠地羞辱了老崔一番，总算把这些年受过的气全都还了回去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小崔的命令，他念在多年共事的份上，并没有对老崔痛下杀手。可不论事后老崔如何解释，两个人的关系已经无法挽回了。小崔将他彻底踢出了帮派，并警告他今后不许踏入黑帮半步。就这样，被抛弃的老崔一夜回到了解放前，苦心经营的产业最后也只分到了区30万元。但他不甘心就这么被丢到一边，既然小崔认为他和虎哥勾结，那他索性就成全了虎哥。仅用了2年时间，他利用自己的人脉迅速把虎哥扶持了起来，逐渐成为了当地第2大的黑帮组织。然而此时韩国政坛却风云突变，新总统卢泰愚刚上任就发动了与犯罪的战争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扫黑行动，大大小小的黑帮分子全都被抓进了监狱，就连曾经涉黑的花姐都调转了风向，变成污点证人，开始举报各大黑帮。这让虎哥也慌了神，他打算跑出去先避避风头，可老崔却一脸的无所谓。他掏出一个厚厚的记事本，里面是这些年他贿赂的所有官员信息。老崔信心满满的告诉虎哥，在韩国没有人能抓得了咱俩。然而这一次他却大错特错了。执行这次行动的检察官是个油盐不进的人，尽管他碍于上级的情面参加了老崔邀请的饭局，但下了饭桌后他却丝毫不给老崔面子，用脚狠狠地踩在老崔身上。面对这样的羞辱，老崔也只能忍气吞声。由于扫黑行动轰动全国，老崔本子里的关系网此时也都避之唯恐不及，一个个含糊其辞地挂断了电话。很快老崔就被警方连夜带走，为了自保，他只好出卖虎哥以求戴罪立功。可检察官却告诉他，即便是这样，他也要在监狱里待3年才能出来。虽然这个检察官看上去刚正不阿，但实际上他却是个极度贪恋权力的人。老崔也看出了对方这个弱点，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以他自己为诱饵，帮助检察官抓到最大的黑帮老大小崔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小崔就上钩了。他派人从家庭聚会上带走了老崔，见面后二话不说，对着老崔就是一顿毒打。因为所有人都被抓进去了，只有老崔被放了出来，所以小崔认为一定是老崔出卖了大家。可狡猾的老崔却以命相保，坚称自己不是叛徒。他说自己之所以被放出来，全靠之前攒下的人脉关系，而现在恰恰是他为大家争取到了跑路的时间。小崔虽然还是将信将疑，但此时走投无路的他也没有别的办法。第2天，老崔给小崔带去了护照和传票，这让小崔彻底放下了戒备。在车上，他终于向老崔诚恳地道歉。可就在这时，前方一辆货车堵住了他们的去路，紧接着后面的车子也贴了上来。小崔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，但一切都已经晚了。两人在车上扭打在一起，小崔拿出刀狠狠地刺向老崔，他的眼神中充满着愤怒。可最终他还是没能杀死老崔。在警察的团团围攻下，小崔被彻底制服。随着扫黑行动成效显著，检察官也因此获得了总统的特别嘉奖，而他和老崔的关系也更进一步。在老崔的运作之下，检察官也顺利接触到了政界高层，从此一路平步青云。时间转眼就到了2012年，老崔的儿子成为了韩国最年轻的检察官，深受众多资深前辈们的青睐。而此时的老崔已经退隐江湖，安享晚年，但每天仍有诸多企业家登门拜访，希望得到这位传说中的黑帮教父提携。可就在老崔孙子的100岁宴上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耳边传来：대부님。影片到此结束，这个结局让观者们产生了无数联想。可不论结果如何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老崔等坏家伙们的全盛时代彻底落下了帷幕，一个全新的时代来临了。